大家好，我是许欣然，欢迎来到慧活智库。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件事，关系到很多人的晚年生活，尤其是那些长期在海外打拼的朋友。2026年的这场劳保基金大清查，动真格的了。如果你觉得这阵风刮不到你身上，或者以为人在美国旅居海外就能高枕无忧，那我接下来说的话，你可能要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认真听一听了。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已经有太多人收到了补件通知，甚至是直接停发的公文。一夜之间，期待的养老钱就没了着落。就在我们即将迈入2026年的这个当口，劳保局的稽查系统已经全面升级了。这次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要堵住那些长期侵蚀劳保基金的巨大漏洞。如果你不小心属于我今天要说的这4类人，那么你的个人劳保账户很可能被永久冻结。之前领到的每一分养老金都要被追回去，严重的还可能惹上官司。我们辛苦一辈子，不就图个老来安稳吗？要是因为不懂政策或者一时糊涂，让晚年陷入困境，那真是追悔莫及。在开始细说之前，许欣然想请大家帮个忙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，或者你身边有亲友可能正面临这样的风险，请一定要点赞并把视频分享出去。你的一个小小举动，也许就能帮他们守住一辈子的血汗钱。也记得订阅慧活智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政策变动解析。那么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要下这么狠的手呢？道理其实大家都明白，咱们的劳保基金池子水是越来越少了，领钱的老人家越来越多，往里交钱的年轻人却增长乏力，这个倒金字塔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所以，监管部门现在必须把水龙头拧紧，每一滴水都要用在真正该用的地方。过去那种靠着人情、靠着没人举报就能蒙混过关的日子，彻底结束了。现在的科技手段，像大数据对比、跨部门信息联网，厉害到我们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，任何一点不合规的操作，在系统眼里都像黑夜里的灯泡一样显眼。这第一类人，也是最危险、被查得最严的一类。就是那些长期住在海外，甚至已经拿了其他国家的身份，却还在通过台湾的职业工会挂名交保费的朋友。许欣然告诉你，这种想法放在10年前可能还行，但在2026年的大数据筛检下，这简直就是在主动给自己插标签。你要搞清楚劳保的本质，它是一种社会保险，保的是你在台湾实际工作的风险。你人都长期不在台湾了，哪里来的在台从业事实呢？你在工会的这份投保，本质上就是虚保。现在劳保局和移民署、国税局的数据全是打通的，系统一拉，你每年在台湾住不满183天，或者在台湾根本没有收入报税记录，马上就会被标成高风险对象。等到你要领钱的时候，劳保局让你拿出工作证明、薪资流水、客户合约，你人在美国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一旦被认定为虚假投保，你的投保资格会直接被取消。更可怕的是，你过去几十年交的保费，1毛钱都不会退给你。如果你已经提前开始领钱了，哪怕领了10年8年，他们也有权一笔一笔全部追回来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这也就引出了第2类高风险人群，那就是通过挂靠在亲戚朋友的公司或者工会，用不实的方法把自己最后几年的投保薪资等级强行拉高的人。很多人退休前算盘打得很精，最后5年把保费基数冲到最高，将来按月领年金的时候，每个月就能多领好几千块。于是他们就找熟人的公司，挂个顾问、经理之类的头衔，每个月自己掏腰包把公司和个人的保费都缴了，实际上根本不去上班。许欣然必须提醒你，在2026年的新尺度下，这不再是什么理财技巧，而是明明白白的诈领社会保险金。劳保局现在会怎么查？他们会去掉那家公司的账，看员工名册里有没有你，公司的银行账户有没有固定给你发薪水，甚至可能直接派人去公司现场看，问同事认不认识你。如果你的薪资在退休前突然诡异的大幅上涨，但你的职位和工作内容完全配不上这份薪水，调查人员立刻就会盯上你。而且这件事是连坐的，帮你挂名的公司也会因为协助造假被重罚。别以为只是罚钱了事，这在法律上很可能触碰到伪造文书和诈欺取财的红线，那是要背刑事案底的。对于常常要往返海外的朋友来说，留下这种记录可能会影响你以后的出入境，甚至是在台湾办理各种事务的资格。为了每个月多拿那一点钱，冒这么大风险，真的划算吗？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样的挂名状态，真的该好好想想了。
第三类会被重点打击，而且账户几乎100%被冻结的，是那些被保险人已经失去工作能力或者不幸过世，但家人隐瞒情况，继续冒领失能津贴或养老金的情况。这个话题很沉重，但在大数据面前，亲情式的隐瞒已经走不通了。劳保局现在和户政系统、各大医院是信息联动的。如果一个投保人长期住院、卧病在床，但他的养老金账户还在每个月定时有钱被领走，系统就会报警。特别是投保人在海外去世，家人如果没有的，一时间通过当地办事处或领事馆报备，而是继续领取每月年金，这就不再是简单的追回能了事的。劳保局完全可以追究家属的法律责任。新规说得很清楚，一旦系统发现异常，账户会立刻被冻住，直到投保人本人亲自露面，或者你能拿出经过公证的生存证明才行。说到这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憋屈，我交了那么多年钱，怎么领钱的时候规矩这么多？许欣然很理解这种心情，但咱们换个角度想，如果大家都想着钻空子，那这个池子很快就干了。那些老老实实在台湾流汗工作的劳工朋友们，他们的权益又谁来保证呢？所以，咱们了解这些规则，不是为了去挑战它，而是为了保护好自己，避开那些明明可以避开的坑。接着，我们看第四类人，这类人最让人心疼，也最容易被忽略，就是那些因为欠债导致养老金被法院强制扣走的人。虽然法律说劳保养老金原则上不能被扣押，但现实很骨感，很多长辈的养老金是直接发到他们一般的银行账户里的。一旦你有债务官司没解决，或者欠了税，债主是可以申请法院去强制扣划那个银行账户的。结果就是你的养老金前一秒刚进账，后一秒就被划走了。这跟你账户被冻结了没什么两样，因为你根本碰不到这笔钱。其实，政府为了预防这种情况，专门设了一个劳保养老金专户，这个账户是受法律特别保护的，债主不能动里面的钱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要去申请开这个专户，或者怕麻烦，就一直用老的普通账户。到了2026年，随着法院执行系统的全面数字化，很多陈年旧账都会被重新翻出来执行。如果你不提前把收款账户换成受保护的劳保专户，你的退休金很可能在到账的瞬间就消失了。这对于完全依赖这笔钱生活的长辈来说，简直是致命的打击。保护好自己的养老钱的一步是确保来源合规，的二步就是要懂得利用法律给你的这把保护伞。这四类人里面，有很多是我们在美国、在海外奋斗的华侨同胞，大家在外拼搏不易，总会想起年轻时在台湾缴纳劳保的岁月，觉得那笔钱是自己应得的。没错，那确实是你用青春换来的权益，但领取的方式必须经得起严格的检验。很多海外朋友喜欢通过职业工会加保，觉得灵活方便。但许欣然要问你，职业工会的入会资格，是你在台湾从事没有固定老板的工作，或者是自己接活而干？你长期住在美国，你怎么向劳保局证明你在台湾有持续从事这类工作呢？这里有个关键的逻辑转变，劳保局不需要证明你没做，它只需要求你证明你有做。如果你拿不出在台湾的进货单、服务合同、客户收据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，它就可以直接判定你资格不符。这时候有人会想，既然这么麻烦，那我干脆退保，把之前交的钱一次性领回来总行吧？这又是另一个思路了。劳保的老年给付分两种，一次领和按月领。在这次的风暴里，如果你选择一次领清，审核相对会宽松一些，但如果你选择按月领年金，因为这意味着基金未来十几年、几十年都要为你支出，劳保局的背景调查会严格得多，他们会反复核对你的出入境记录。如果你每年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很短，却长期领取台湾的劳保年金，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投保的有效性。不少人这时会去找代办公司帮忙，许欣然必须给你泼盆冷水。现在市面上很多声称能搞定海外领取劳保的代办，很多是在利用信息差和法规模糊地带操作。一旦东窗事发，这些代办可能就跑路了。所有的法律责任、欠款追讨，最终都会落到投保人你自己头上，谁也替你扛不了。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，劳保不是一项可以随意领取的福利，它是一份有严格条件的保险合约，它的基础是风险共担和真实投保。如果你早已不是台湾劳动力市场的一员，却依然在消耗劳保基金的资源，这在法律和道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。对于所有在海外的观众，许欣然最实在的建议是，先去查一下自己的投保单位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还挂在一家早就没营业的公司，或者是一个跟你现在职业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会名下，请你尽快处理。
2026年的清查是通过跨部门的大数据拼图来完成的。你的劳健保记录、你的报税记录，甚至你有没有缴国民年金，这些信息放在一起，就能看出你生活的真实轨迹。一旦系统发现逻辑对不上，比如人在海外报税为零，却在高额缴纳劳保，警报就会响起。这种无死角的排查，说到底是为了救活劳保基金。如果再不把那些不合规的投保人清出去，这个基金可能真的会破产。到时候，连那些完全合规的劳工也领不到1毛钱。所以，现在的政策看似冷酷，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下的断臂求生。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在时代变动面前，信息就是最大的资本。今天慧活智库做这期节目，就是希望能帮大家照亮那些认知的盲区，在暴风雨来临前，给大家一把伞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分析对你是个重要提醒，请一定要点赞支持，让平台算法能把这份警示推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我们往更深一层想，为什么风暴的中心是2026年？因为根据最权威的精算报告，劳保基金的潜藏负债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。2026年又是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和经济规划的关键节点，当局必须向所有人展示他们整治乱象的决心和成果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打击虚假投保、追回违规款项，就成了最能立竿见影，也最能向大众交代的举措。所以，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，觉得我都领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没事。过去可能是人工抽查，漏网之鱼多，现在是7×24小时不间断的 AI 系统在自动比对、标记。只要你的出境天数超过一定比例，在台湾又没有消费、没有纳税、没有活跃的生活痕迹，你在系统里就是一个醒目的红点。同样的话，我也要对在台湾本地的朋友们说一句，如果你正在用自己的公司帮亲戚朋友挂名投保，你要知道，你承担的风险可能比你想象的大得多。作为公司负责人，提供虚假投保信息，不仅公司会被罚到肉疼，信用评级也会受影响。一旦你的亲戚因为这件事被查，账户被冻结，你作为经手人也很难完全撇清关系。很多时候，这种出于亲情的帮忙，最后成了风险的源头。大家在答应之前，一定要先摸清楚法律的边界在哪里。那么，面对这场已经能听到脚步声的清查风暴，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许欣然给大家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。得立刻去确认一下，你现在的劳保投保薪资是不是和你真实的收入水平大致符合。如果你是自由职业，在工会加保，请你务必保存好近几年工作的痕迹，哪怕是手写的记账本和客户的通讯记录、工作时拍的照片，这些在关键时刻都能成为你确实在工作的救命证据。第二，对于长期在海外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想保住这份劳保权益，最稳妥的办法是尽量维持每年在台湾有一定的居住时间，并且最好能在台湾有合法的收入，并进行纳税申报。有了税籍记录，你的投保真实性会大大增加。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如果你自我评估后，发现目前的投保状态确实有风险，千万不要抱着等查到再说的念头，主动去找专业的、靠谱的财税或法律顾问咨询，看看有没有合规化的调整空间。有时候，主动放弃一些不合规的预期利益，是为了保住你最根本的那份资产。很多人就是为了贪图每月多领几千块，最后把老本都赔了进去，甚至拖累家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因小失大。我们在规划养老时，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稳健。劳保作为我们养老体系的压舱石，尽管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它仍然是大多数人最重要的一道安全网。我们要做的是用智慧和耐心去守护好它，而不是用投机的心态去透支它。能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许欣然相信你们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未来极度负责的人。养老金是我们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防线，这道防线绝不能有失。2026年的这场大清查，本质上是一次财富的合规性筛选和规则的重塑。只有那些看清风向、提前做好准备的人，才能在变动中稳稳地守住自己的方舟。我希望会活智库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成为这样的智者。请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，或者分享一下你听说过类似的情况。你们的每一条留言对其他人都是宝贵的参考。在视频的最后，许欣然要再次大声呼吁，请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，马上去查一下你的劳保缴费明细，确认你的投保单位是否正常运营，咨询专业人士你的情况是否合规。不要等到2026年的某一天，一封冰冷的公文寄到你家门口，才惊觉一切都晚了。那些已经被冻结的账户，想要解冻，往往需要花上好几年去打行政官司，那种精神和财务上的双重折磨，没有人想经历。
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冬天正式来临前，把窗户补好，把柴火备足。感谢你花这么长时间看完这期内容很重的节目。我知道这些话题并不轻松，但真实的世界往往就是如此。与其给你一个虚幻的美梦，我更愿意做那个提醒你系好安全带的同行者。如果你认可会活智库这种深度剖析、直面问题的风格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。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最新、最实在的政策与生活解析。也请把这条视频转给你心里最记挂的那个人，给他提个醒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我是许欣然，祝你和你爱的人都能稳稳地守护住自己的财富，安享一个无忧的晚年。